把马鞭丢进长江，就能截断江水。说这句话的人手上有87万人，这个数字史书是认真记的。4个月之后，他中了一支流箭，一个人骑马逃过淮河。87万人里面10个死了7、8个。这里是淝水淮河的一条支流，西岸前秦，东岸东晋8万人。上一集我们拆穿了一个80万，这一集不一样，这一次的数字史书是认真记的。资治通鉴写得很具体，戎族60余万，齐27万，旗鼓相望，前后1000里，加起来87万。这个数字跟赤壁那个80万不一样，它有兵种，有分项，有行军队形。上一集片尾我问了你们一个问题：8万赢80万是数字有假，还是战术碾压？这2个答案你在任何一本通史里都找得到，而淝水的答案是第3个，2个都不是。所以这一集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一支87万的军队跟一支8万的军队差别到底在不在人数？先不讲兵力，这是今天的安徽淮河南岸。冬天的河水很浅，过了河就是一片平地。1600年前，河的西岸站着当时全中国最大的一支军队。383年的中国是2个中国，北边长安、前秦，南边建康、东晋，中间这条线是淮河。这条线已经在那里72年。72年前311年，匈奴人的军队攻进洛阳，烧了宫城，把皇帝抓走。史书叫这件事永嘉之乱。西晋没有王在那一年，但他再也没有回到北方。北方的门阀、官员、代柱、整族人往南走，他们渡过长江，在建康重新立起一个朝廷。史书记过一段，这些人在新亭喝酒，看着江南的景，哭了。有人说风景还是那个风景，只是山河已经不是那个山河。南边守住了，北边没有。接下来100年，北方换了10几个朝廷，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轮流，建国轮流被灭。后世把这一段叫五胡16国，16这个数是后来的史家分的类。然后其中一个把其他全部吃掉了。把北方吃掉的那个人叫苻坚。第一人19岁那年杀了自己的堂兄，坐上王位。他弟弟芙蓉是他最信的人，他的丞相叫王猛。这张图上还有2个人，慕容垂，鲜卑人，前燕的皇族，姚苌，羌人。2个人的部族都是被前秦打败收编的，收编之后苻坚没有杀人，把整族迁到关中，编进朝廷，编进军队。他的军队是这个时代的样子。4世纪的中国有样东西是汉朝没有的，马镫。脚有地方踩，人才能在马背上使掌兵器，重骑兵是这样来的。前秦最贵的那一部分就是这种骑兵。北方那大半个天下是王猛替他打下来的。375年，王猛病死，51岁，临终之前他留了一句话。他说，晋朝虽然偏在江南，正朔却在他那里，我死之后不要屠晋。真正要防的是鲜卑人和羌人，
他们终究会成未祸患。这一集的答案，战前8年就有人讲出来了。王蒙死了，苻坚还是往南走。379年，前秦攻下襄阳，守城的晋江朱旭被俘，带回长安，做了前秦的官。到383年，淮河以北全部是他的，只剩下河的南边。南边那个朝廷，这时候由一个人按着。谢安40岁之前，他住在会稽的山里，不肯做官。他的侄子谢玄替他在江北练了一支军队，带兵的人叫刘牢之。还有一个名字，你要记住，刚才那个被俘的朱旭，现在站在图的另一边。这就是383年的棋盘。苻坚这一边是一个17年拼起来的北方，谢安那一边是南渡之后仅剩的一个朝廷，两边压上去的不是同一样东西。先看纸面。370年，前秦灭前燕；376年，灭前凉，灭代。北方100多年来第一次只剩一个朝廷。做到这件事的人，苻坚45岁。但这个北方是17年之内拼起来的。第一人是他自己的部族，人数最少。被他灭掉的鲜卑、羌、羯，他没有杀，他把整族迁到关中，边禁军，对给官做。在当时的政治判断里，这件事是被称赞的。先把纸面摊开。兵力我们不平分，那正是这一集的问题。纸面上，前秦的后勤7分，政治6分，装备7分。东晋除了地理，没有一项高过5分。后勤7分不是客气。晋书说他运曹万艘，从黄河进石门，两走水路南下。一个能一次喂饱几10万人的国家，在4世纪本身就是一种国力。8月出兵。通鉴那句前后千里，说的是队伍的长度。先头已经到了淮河边上，后面的人还没有离开长安。这件事值得停一下。一支前后1000里的队伍，不是一支87万人的军队，它是87万个人排成一条1000里长的线。这条线上任何一段出事，前面的人不知道，后面的人也赶不到。反对的最厉害的是他弟弟芙蓉。芙蓉给了3个理由，最后一个不是军事的。他说，陛下宠遇鲜卑、羌、羯、布、朱、姬甸，现在倾国而去，要是后方有变，宗庙怎么办？记住这一句，这一集的答案，战前就有人讲出来了。但也有人劝他打。慕容垂说，陛下自己决断就够了，不必问朝臣，免得乱了圣律。慕容垂是鲜卑人，前燕的皇族，13年前，前燕就是被苻坚灭的。姚苌也在劝，姚苌是羌人。大臣10月说，晋有长江之险，不可伐。苻坚的回答后来变成一句成语，以吾之众旅，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。我的兵把马鞭丢进江里，就能把水截断。先打2个 tick。 前秦的政治纸面6分，一个17年的帝国，靠一个人的判断力压住4个族，6分已经是上限。后勤7分也要往下修，运得动粮，不等于运得动一条1000里长的队伍。南边
东晋当时的执政是谢安，63岁。朝廷内部刚刚喂了兵，全炒完，能调动的野战军只有1支。那支军对叫北府兵。377年才编成，招的是从北方逃到江淮之间的流民。这些人跟前秦有家仇，而且在淮河一带已经打了6年小仗。8万人，一个统帅系统，6年的共同作战经验。指挥是这样分的：谢石是征讨大都督，谢玄是前锋都督，还有谢衍、桓伊。通鉴原文，众共8万拒之。8万是史书给的数，不是我们加出来的。东晋的纸面煤有一项好看，但有一样东西纸面永远测不到，就是士气。一支6年没散过的部队，跟一支17年拼起来的联军不是同一种东西。10月，芙蓉的先锋攻下寿阳，先锋有30万。寿阳一丢，晋军的前线就退到淝水东岸。这时候苻坚在哪里？通鉴写得清清楚楚，坚乃留大军于项城，引轻骑8000，坚到就容于寿阳。87万的主力留在项城，他本人带8000轻骑赶到寿阳。向城到寿阳直线200公里。所以淝水这一天，战场上的前秦军是先锋那30万，不是87万。87万是动员数，不是到场数。2个都是真的，它们只是不同的东西。接下来这件事是这一集最好的一段。苻坚派了一个人去劝降，叫朱旭。朱旭本来是东晋的襄阳守将，4年前城破被俘，在前秦做官。他到了晋营，私下跟谢石说，若秦100万之众紧至，城难与魏敌，今城诸军未及，宜速击之。情报这一层，纸面上两边都很普通，但苻坚亲手把自己军队的行军状态送进了对面的中军帐。11月，谢玄先动，他派刘牢之带5000人直取洛涧。洛涧的守将梁成屯兵5万，刘牢之直接渡水，破梁城，斩梁成。然后他做了一件更狠的事，分兵切断渡口。秦军的步骑往回挤，争着跳进淮水，死了15000人。洛涧离淝水还有一段路，这一仗也没有动摇先锋那30万。但他做到了一件事，他告诉了前秦的士兵，晋军会渡水过来打。现在把镜头换到城楼上。落涧之后，苻坚和芙蓉上寿阳城，向东看。通鉴这一段写得非常具体。渐进兵部，阵严整，又望见八公，山上草木皆已未进兵。他把山上的树看成了敌人的队伍。成语就是这样来的，但这里有一件事要讲清楚。一个带住87万人出门的人站在城楼上感到恐惧，这不是胆小。他的动摇其实是一个准确的判断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他手上那个数字不等于他身边的兵。他身边只有8000轻骑和一支刚刚在洛涧被切了一刀，士气已经松掉的先锋。两军隔着淝水对峙，前秦的阵就压在水边上。晋军过不了河，这样耗下去，项城那一路会一段一段赶上来。然后谢玄派了一个使者过来，换你站在苻坚的位置。使者说，
你们把阵压在水边，是要拖，不如往后退一点，让我们过河，一次决胜负。你手上先锋30万，主力在200公里外，对岸8万。A. 守住水边不动， B. 后撤，等他们渡到一半再打， C. 自己先渡河强攻。暂停一下，选好了再往下看。383年11月，淝水西岸决定就在这一刻。谢玄派使者过河，带了一个提议。原话是：君玄君深入而至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一阵小阙，使进兵得度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？讲白一点就是，你把阵压在水边，是打算跟我耗。往后退一点，让我过河，我们一次打完。先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交易。不退，晋军过不了河，两军继续耗，项城的主力一段一段赶上来，时间站在苻坚这边。退一步，他放弃河这道障碍，换一个当天就分胜负的机会。一个手上有87万的人，为什么会急住要今天就打完？他的将领反对。通鉴原文：秦诸将皆曰：我众比寡，不如遏之。不是一个人反对，是诸将。苻坚不听，他的理由也记下来了。但引兵少阙，使之半渡，我以铁骑促而杀之，灭不胜矣。让他们渡到一半，我用铁骑压上去。这个判断在战术上不是笨的，半渡而击是兵法里的标准答案。反噬时只改一个变数，那一道后撤令没有下，其他全部一样，一样的兵力，一样的朱序，一样的芙蓉。胥县这一边红阵不动，晋军就得在对方站着不动的时候强渡。8万人渡一条有敌军守住的河，是这一集里风险最高的一件事。而项城那一路一段一段再倒，每过一天，河西岸的人就多一点。时间站在前秦这一边，只要那条线不动。但这一支是合理推演，不是必然。缺粮、疫病、后方生变，慕容垂带助3万人走，都可能先发生。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个判断，在下面这件事。383年，一支军队要整齐地后撤半步，靠3样东西：鼓、旗和人喊。这3样都只传得到你看得见、听得到的范围。最前面那几排知道为什么要退，后面那几10排只看到一件事：前面的人在往后走。秦兵小阙，最前面那几排照着命令退，后面那几10排不知道。晋军等的就是这半步。谢玄、谢衍、桓伊带兵下水。淝水在冬天很浅，但它仍然是一条河，正在渡河的军队是最脆弱的。这正是苻坚要等的那一刻，让他们渡到一半，铁骑压上去。只是等到那一刻的时候，他自己的阵已经在动了。然后朱序在阵后喊了一句：秦兵败也。4个字，众遂大奔。这一句为什么有用，要讲清楚。朱序不是晋军派过来的探子，他是4年前襄阳被俘，在前秦做官的晋江。他就站在秦军的后段，那个位置看不见前面正在发生什么。后段的人听到的是自己镇里的人用自己的话喊败了。
而他们眼前唯一看得到的证据，就是前面的人真的在往后走。芙蓉做了唯一还能做的事，他策马横在溃兵前面，想把队伍压住。马倒了，他被晋兵杀死在阵里。指挥的人死在阵中，这条线就再也停不下来，后撤变成溃散，溃散变成崩溃。晋军渡水追。到这一刻，4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，传令船不到后段。第二，一支已惊动起来的队伍，掉头比停下来容易。第三，唯一叫得停的人刚刚死在阵里。第四，这支军队里面有一部分人是17年前被他灭国再收编进来的，他们没有理由为苻坚死。通鉴这样写陶的人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息。听到风声和鹤叫，都以为晋军追到了。死的人10个里面7、8个。苻坚本人中了一支流箭，单骑走到淮北。消息送到建康的时候，谢安正在下棋。通鉴说他看完，把信放在旁，编了无喜色，围棋如故。现在回到芙蓉战前那一句，通鉴既溃败之后有一句，诸军皆溃，唯慕容垂，所将3万，人独全。所有部队都散了，只有慕容垂那3万人完整。之后2年发生了什么？384年，慕容垂见后燕，同一年，姚苌见后秦。385年，姚苌杀了苻坚。战前劝他打的那2个人，一个灭了他的国，一个要了他的命。所以这李史家是有分歧的。一派看法，慕容垂是有意保存实力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另一派看法，他那一路本来就不在正面，完整是位置造成的，不必是预谋。两边都有史料，我们不替你选。但无论哪一派，对他那3万人没有为苻坚死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87万是不是假的？不是，它是真的。但它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方变成一支军队。8万营的不是87万，8万营的是一条拉了1000里，由4个族拼起来，指挥官一倒就停不下来的队伍。全场评分3个最大的落差。前秦的政治，纸面6分，实际1分。战前芙蓉就讲过，战后2年就应验。前秦的情报，纸面5分，实际1分。他派去劝降的人，反过来教对面什么时候打。东晋的心里，纸面5分，实际9分，不是因为他们更勇敢，是因为8万个人听，得到同一道命令。淝水之后，前秦没有立刻消失，但北方重新碎掉了。东晋也没有北伐成功，他守住了，就停在那里。南北分治的格局从这一年开始定型，一直到589年隋朝统一，200多年。上一集我们在长江上打了3个年份，再加一个。175年之间，2次由北向南的大规模进攻都在同一条水线上停下来，但停下来的原因不一样。赤壁是船和水手，淝水是一条命令船不到底的队伍。这一集的数字和引文出处逐条列在画面上。正史、晋书苻坚在记、谢安传、谢玄传，编年、资治通鉴卷105。
87万这个数字，两边都有理由讲大，前秦战前要吓人，东晋战后要显功。报告卡的评分理由一样在说明栏。淝水这一集到这里，下一集往回走360年，42万对不到2万，中国战史上比例最夸张的一仗，而赢的那个人那一年不到30岁。昆阳之战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一集我们说人多不等于是一支军队，那昆阳呢？你觉得王莽输在军队不成军队，还是输在他根本不在战场上？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如果喜欢这种拆解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集昆阳见。